射击。 团长，我3、5前也没发现情况。厂长，味道不错，过几天这就是我们的家常菜了。1眼前面的坡形向下100米，可以收到地下信号源，再沿信号源的方向直插进去，就是30号钟楼。你们在钟口2侧潜伏，去吧。是。 你们2个中队前进到535前沿200米处那片林地潜伏，3天以后我会找人联络你们。是。你好，调度员同志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不走了？这是总调度室的命令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再等一等吧，可能是线路上的问题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估计得等到天亮。等到天亮。啊？怎么又停了？徐政委的车停在路边。有什么情况？右路炮团绕行省道，目前路上一切正常。中路部队在前面休息加油。好，看来还是铁路输送安全可靠。早知道这样，全走铁路了。铁路方面也出现点小问题。什么？铁路上也出问题了？军代表没协调好？不是，是铁路方面技术问题。严副旅长打电话过来说是信号灯出了问题，铁路部门正在排查，故障在没有排查出来之前是不能放行的。政委，不会又是韩鹏他们搞错鬼吧？可能性不大。这次军运，铁路部门十分重视，沿途桥梁隧道都加强了警戒。蓝军想动我们钢铁运输线，没那么容易。 909旅的3路开进，让蓝军东一榔头西一锤的非对称战法这么一闹腾，整整在路上耽误了2天。韩鹏知道，仅靠现有这几招想完全阻止红军挺进是不可能的。参谋长郝
侯建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，在安七江渡口组织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阻击战，趁红军炮团渡江之际，封锁安七江面，或将其阻挡在安七江南岸，以期再拖延1至2天。目前，红军与我方几天的较量中，突破了我方设置的以信息战、心理战、技术战为主要攻击力量所构筑的防线。3路纵队已向前推进800到850公里。我们不得不承认呐，红军在与我方的较量过程当中，已经逐步掌握了我们的心理战还有信息战，并且加强了反制措施。我们也要有所改变。周参谋，说说你的构想。根据目前红军挺进速度，最多2天3路部队至少2路可到达狼山基地，而与我正面交战开战之初是9营9旅，建制中剩下最后一个炮团。经过我们的了解的情况，这个炮团将在演习结束后撤编，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战。据说炮团的官兵情绪高涨，战斗精神顽强，对我们的威胁极大。我方有必要在安西江渡口一线针对齐右路组织一场阻击作战。等红军第一批装备装船开始航渡时，我炮兵首先集中火力对轮渡发起攻击，击沉齐渡轮1到2条，而后炮火延伸对南岸红军装备、油料车辆和码头实施覆盖性炮击，摧毁码头。我步兵占领江堤后，用重机、轻机枪和火箭弹等轻武器组成密集火力网，封锁江面，压制红军特种兵冲锋舟涉水强渡。我们山豹旅从组建以来，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硬碰硬的实兵对抗，这回算是真亮相了。对，我们要好好打赢这场仗，总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是偷鸡摸狗的吧？经用无人机和卫星发来的侦察情报分析，蓝军一支炮兵部队已分散成多路，向安西江渡口一线开进。蓝军的一个机步营也在向安西渡口悄悄运动。这一迹象表明，蓝军正在调集兵力，企图凭借安西江开阔江面，在安西渡一带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北上。机会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红军左路沿铁路向北开进，预计明天凌晨，红军装甲团将到达狼山。红军的右路是沿国道开进的炮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，于今天中午到达安西江渡口，在这里渡江北上。可以走桥吗？为什么要乘船过江啊？安西江公路大桥正在进行大修，重载汽车禁止通行，因此我们在制定演习方案前就已经确认，安西江大桥已经被炸断。涉渡是唯一的过江方法。红军的中路及第909旅指挥所现在已抵达宁江县境内，距狼山基地还有340公里。目前楚旅长的位置在这里。他为什么不往前走啊？红军指挥部从昨天凌晨到达宁江县后，就再也没有向前推进。从红方得到的消息是，红军正在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。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炮团能够顺利的过江。山豹旅的炮营和机步营昨天傍晚已经在向安西渡一线集结，目的十分明显，就是要在安西渡口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，在我渡江过程中或登岸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向我发起攻击。蓝军机步营目前到达什么位置？还不清楚。不清楚。蓝军的可疑目标在进入丘陵山区后，卫星就很难跟踪了。派出无人机继续侦察。通知炮团加速前进。是。参谋长，你别说，这个楚占刚还蛮果断的。没错，楚旅长这回总算是拎起神来了。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，如果他沉着果断，后面的仗也就好打了。多年来，部队习惯按部就班的作业，遇到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对手，就慌神儿，就发懵，不是犹豫不决呢，就是急躁不理智，把平时学过的战法全都给忘光了。这王可贞就是这样败下阵。
炮营5个隐秘点凌晨3点前已经全部到位，机步营凌晨4点前也全部到位，隐蔽在距江边2公里的防空离弹中。战斗发起10分钟之内，炮火可进入射击阵地，机步营2分钟之内可到达江边。按照909旅炮团的行进速度，现在应该到安溪渡口了。如果路上不遇到什么特殊情况，他的先头部队应该已经抵达渡口码头，进行装载准备。看来双方都看好了安溪江渡口这块战略要地，而且都是有备而来的，有好戏看了。蓝军占据了天时地利，但是企图好像已经被红军发现了。光发现对方的企图还是不够的，如何控制对方的企图，并一击粉碎它？蓝军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企图已经被发现了，这就是他最致命的地。参谋长，您说，就目前两军的态势，安溪江渡口这一仗，谁的胜算更多一些？如果韩鹏能够有效地实施他的阻击计划，蓝军的胜算更多一些。通知炮团，在渡口以南30公里处原地待命，先派出1个敌炮连和摩步3营，按原计划进入安溪江渡口码头，做好装载登船准备。要是这样的话，炮团在今天傍晚之前就不能渡过安溪江了。如果蓝军炮兵真的埋伏在江北丘陵山区，安溪江正好处在他的火炮射程之内，我们先派出一小部分炮兵赶到码头，先期做好登船装载准备，就是要配合电子侦察分队，对分散隐蔽的蓝军炮火阵地实施电子侦察。旅长，我们派往渡口的侦察员发来信息，红军炮团前卫部队的一个连已经抵达渡口。太好了！情报还说，和炮兵一同到达渡口的还有红军的一个摩步营。通知炮营指挥所，只要红军的火炮一登船，咱们的5个炮组立刻进入射击阵地。是。各火力组注意，3分钟后进入发射位置。电子侦察分队报告，蓝军在安溪江北岸丘陵山区的自行火炮目标已全部被锁定。好，太好了！通知朱团长，到达安溪渡口的部队只登船不开船，命令红军所属航空兵中队立即出动，将蓝军的5个炮火目标全部摧毁。哎，不对呀，这红军的摩步营怎么出现在他的右路啊？他的特战大队呢？就是。楚占刚可是个老滑头啊，他的特战大队到底藏哪儿了？旅长啊，侦察员发来信息，红军炮团只有1个连登船，后续部队还没有出现。只有1个连？是。坏了，快通知机步营炮连马上转移阵地，越快越好。是。
经战况核实，蓝军的一个自行火炮加强连及指挥车辆、战术车辆、运输车辆等都已被我航空兵导弹全部摧毁。旅长，是不是马上通知炮团赶到安西江渡口，抓紧渡江？现在炮团渡江还早，让摩步3营先过江，炮团隔江掩护，等完全控制住了江北一带，炮团再分批渡江。打535防线，没有足够的炮火准备是不行的。是。被人打懵了吧？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一个炮连就丢了。这楚占刚够快也够狠，这点还真值得我学习。旅长，红军摩步营已经开始渡江了，打是不打？你说呢？我们的机步营已经埋伏在江边，完全可以封锁江面，阻挡渡船靠岸。我认为，就算机步营已经占领了江北堤岸，也不可能完全顶得住红军的强势攻击啊！还不如隐蔽撤出。撤出来，那咱们一个炮连白丢了。你要硬拼可以啊，再送红军一个机步营好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机步营已经上去了，总得发挥点作用啊！打仗要不算计成本的话，明儿转了眼啊，也当不好老板，做不好生意。我搞我的学术研究，你当你的老板。你别担心啊，我不会管你借钱的。你也别到我这儿来搞开发。哎，不是，师座，旅长，政委，要不听我说一句？你说，挡不住红军强渡，起码可以阻止他今天夜间过江，这就消耗掉红军半天时间。时间对于红军来说越来越宝贵，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压制红军战力发挥的可用武器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阻击战值得打。不愧是参谋长啊，2比1。那明天怎么办？明天听你的呀。听我什么？哎，很简单呀，你们看啊，明天楚占刚他只要渡了江，放在他面前的就是通往狼山基地的平坦大道，而且半天时间就可以到达；而放在咱面前的呢，就只有死守535高地了。行啊，那就死守吧，准备打一场最惨烈的阵地保卫战。只有这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没有别的办法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吧？你肯定有办法呀！你说没办法，肯定在说反话呀！平坦大道半天路程，只有死守，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那我要守不住呢？你见死不救啊！命令机步营马上出击，务必把红军拦在江心。命令行风出动武装直升机进行空中支援，一定要坚持到天黑，凌晨之前撤出战斗。是。1连、2连、3连，机步兵各战车车载火力实施拦阻射击，将渡轮阻滞于安七江江面。炮火掩护。旅长，蓝军机步营火力很猛，渡船很难抵岸。命令渡船返航，让炮团一营集中火力轰击蓝军，提防阵地。通知空军中队投入作战，天黑之前摧毁蓝军北岸阵地。
备射击。拿下安七渡口，楚占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几天来让蓝军折腾得寝食不安，没睡过一个踏实觉。现在他终于睡着了。政委、参谋长、朱团长报告：摩步3营已登上安齐江渡口北岸，已全部占领5公里堤防阵地。要不要报告旅长？不行，旅长太累了，让他呀再睡会儿吧。好，那我让炮团做好过江准备。蓝军呢？现在去向不明，但被我击毁步战车4台，战斗减员120人。我估计已经溃不成军，趁月色掩护撤退了。今晚就不要渡江了，让机步营向纵深展开搜索，沿公路向北展开侦查，控制最少50公里路段。旅长，明天一早炮团过了江，我们就是一路畅通了。我是恨弘毅，到现在不跟你有联系。如果特大调出来个南北夹击，蓝军的机步营就不是被击溃，而是被全歼了。是的，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跟洪大队长联系，但没有成功。摩步3营情况怎么样？接导演部裁决通知，减员1/4。丁参谋长，你看指挥所能不能连夜组织？不行，老楚啊，你太累了，明天上午再出发吧，就半天的路程。今天晚上呀，睡个踏实觉。旅长，和这支蓝军对抗，指挥所绝不能孤立行动。等明天先头部队到达后，指挥所再出发也不晚。好吧。旅长，机步营在陆航大队的掩护下，已经全部撤离安西渡，现在正在返回的路上。告诉柳珊珊，红军的3路部队明后天就要在狼山基地会师了，通讯联络会很频繁，让他抓住这个机会，寻找电磁突破口，实施电磁介入作战。是。你刚才话里有话呀？听出我的弦外之音吧？哎呀，咱们低估了楚占刚啊。是啊，他现在是气势如虹。哼。现在咱们已经无法阻止他的快速推进了。哎，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你问我啊？哎，你不会不管吧？哎，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主意了啊？你说怎么说？我该出手时候已经出手了，把戏再玩肯定穿帮。你这人有点没意思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手里边有牌，你不愿意出。什么牌？柳珊珊呀。我还想把你压上去呢。让我跟柳珊珊同时出击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怕他们单独行动不够稳重，万一失败了，前功尽弃不说，很有可能满盘皆输。行了，咱不开玩笑了。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呀，只有一件事儿：909旅的特战大队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政委啊？哎，你说啊，一支300多人的特战大队，居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的。这种战法堪比隐身战机了吗？我敢说，在909旅发起总攻之前，如果咱们还得不到这支部队的踪迹的话，哼，他们这支特战大队啊，有可能就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。你就这么害怕这天谴之剑啊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我有一种直觉，这支部队现在肯定已经隐藏在咱们周围了，而且随时有可能冲出来，对咱们进行致命一击。加大电子侦察力度，全天候收集909旅的通信联络信号，监控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的各个主要节点。
只要他们和特战大队联络，咱们就一定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。这个很难，我已经搜索了他们1天1夜了，他们所有单位的电台信号以及有线电信网络，我都在跟踪监控之中，唯独没有这支部队的消息。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所以你就不敢离开？我是不能离开啊，我是怕我一离开，这会发生突变。也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？我们又侦查到一个特别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演习指挥中心内部有间谍活动。是敌特活动吗？要是敌特活动，我们会向上级报告，并且采取行动。但目前看来应该不是，可能是红蓝军演习对抗中派出的暗探在行动。通常是通过民用的信息来收集对方的信息情报。我们没有人干这种事儿吧？这个我可以保证。所以，我怀疑你已经被盯上了。盯上我有什么用啊？我韩鹏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的，怕什么？如果你的行动属于军事行动，那你这蓝军司令的行踪可就值钱了，说不定也会有脑袋搬家的一天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有可能对我进行斩首行动？是。这红军的特战大队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我们的行踪呢又被他们跟踪了。哼，这楚占刚厉害呀！估计还要多长时间？伦敦公司说午饭前后可以全部过江。能不能给他们协调一下，再给我们派条船，费用我们加倍？渡轮公司经理说了，除了油料钱，不会多要解放军1分钱，而是海事部门有规定，这段航道水流急，主航道上来往船只多，渡轮过江密度大，不安全。好，这个事我知道了，你如实汇报给指挥所，我再过去看看。是。旅长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一步。等等朱船长那边过江的情况。中午前后，能不能再快点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舒旅长，安西路方向来电话，2个炮营和弹药全部过江，还需要4个小时。要不你和政委先走，我在这里守着。我们还是等炮团过江上路后再走也不迟。左路开进十分顺利，今天晚上19点，第1列军列就可到达狼山站，20点10分第2列到站。司令，楚占刚上来了吗？还没有呢，还在等什么呢？可能在等他的炮团过江吧。没炮，他心里没有底。看看楚占刚指挥所的情况。
装甲3营在刘庄村，装甲2营在杜家村，保障营在河西村。红毅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没有。立县那边知不知道情况？看看韩鹏在干什么？这个家伙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睡大觉。可能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。那就让这个家伙再睡一会儿。安七江阻击失利对山豹旅有什么影响？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影响，好像也在积极的准备迎战红军吧。看来韩鹏要死守高地了，挡不住了吗？也只能死守了。如果楚占刚速度快的话，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就会发起总攻。但是1天1夜能否攻下来，这也很难说呀。那就看楚占刚的炮团能否发挥作用。邪门了，连导演部都不知道会到狼山了。现在很难说特大是否已经进入狼山前。红毅他们是乘民航机飞到光明市国际机场的，根本没跟狼山基地取得联系，我们也不好向基地打听。但我们的内线目前就在基地指挥中心，有什么重要的信息，他会发短信告诉我们。了解一下韩鹏现在在什么位置。好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可靠吗？是咱们旅1个月前抽调到基地搞保障的兵，走前我专门安排了任务，可没想到他前几天发来短信告诉我，他在指挥中心干勤务。没想到你把眼线安排到首长的眼皮底下了。按常规打，咱就按规矩来，可跟山豹旅作战就得多几个心眼儿。他能鸡鸣狗盗，我就不能旁门左道了。有道理。你们俩那嘀咕什么呢？于参谋把炮阵地的位置标出来了，你们俩过来确定一下啊。知道了。这事儿先别让政委知道。来信息了。这什么意思？韩鹏在535防线。好，太好了。既然他已经在狼山等我，我也不能不登门拜访。什么太好了？哥，丁参谋长说，韩鹏已在535防线等待我们多日了，我们也不能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。我看我们该上路了。教授，原定不是韩旅长过来的吗？怎么你来了？旅长很有可能已经被对方监控跟踪了，他如果来，很可能暴露这次行动。红军对我不感兴趣，我的行动反倒自由一些。旅长怎么可能被他们监控到呢？这指挥大厅内部很有可能出现了909旅的内部。这以前大演习的时候，就有红军老乡给蓝军老乡送情报的。这小云君子啊，咱都得防。哟，啊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10人被劫持，快派人救！李海云，海云，炮团朱团长老婆，东北人，大个子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朱团长知道吗？不清楚，估计不知道吧。如果知道，最起码应该打个电话给我报告一下吧。你们还没走啊？参谋长，过来。好，这事儿赶紧报警啊！我怀疑是韩鹏的心理战，还是想拖住我们，让我们心神不定。不太可能吧？他们刚刚用过，不会故意重演吧？你先把电话打过去，问问李海云的情况。好。
关机呀！政委，你肯定发短信的手机号是朱团长家属？这还能有错？所有营商干部家属的电话号码都存在我手机里。昨天我和李海云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老朱打个漂亮仗，这就是他的号码，不会有错的。关机什么意思？识人不解释。老徐，给你2人打个电话问问。哦，他下海岛巡诊去了，3天就走了。这样吧，你问问你家小顾。你打，我没带手机出来，他在家，最近他不会出门。没人接听啊！他怎么不接电话呢？他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去哪儿了呢？老楚，别着急，我估计他上街买菜去了，再等一等吧。这样，先把消息封锁起来，尤其不能影响到其他干部的情绪。我想有2种可能：一，又是蓝军的心理战。不可能，韩鹏几分钟前还在535指挥所里，怎么可能跑到1000多公里的澄海市去？你怎么知道韩鹏在535高地？他指挥部的视频画面打在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，我的内线在指挥大厅里已经看见韩鹏了。你派人到指挥大厅去了？是部队管理处抽调咱们旅的兵去基地搞保障，正好这个兵是我的老乡。先不说这些了。如果不是韩鹏本人，也有可能是山豹旅的其他人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推测。我希望我的推测是正确。第二，有可能是家属院真出事了。不对呀，如果真要是出事，罗布英的雷营长应该知道。真要是出事，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丁凯，你马上打电话给雷营长，问问家属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好，这事你们俩商量个办法。我先赶到狼山去。这件事目前仅限于咱们3个人知道。尤其不能告诉朱团长，他正在组织炮团过江呢。政委，你看呢？老楚，这样好不好？等你爱人小吴回来电话过后，你再走。不能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旅长先顾及自己的家属，这像话吗？我先给营长通个电话。啊，等等，如果有事，雷营长会知道；如果没事，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雷营长是不会打电话的。现在突然打电话给他，会不会引起恐慌？雷营长可是个火爆脾气啊！我看还是马上报警，让地方公安出面解救。怎么报警？只凭朱团长老婆那些只言片语的信息就报警，这样恐怕不合适吧？如果真像楚里长所说的是蓝军方面搞的心理战，把这件事情莫名其妙的从公安局去虚惊一场，那笑话可真大了。如果媒体一介入，网上微信一传开，这还真不好收场。呀，我还真没想那么多。楚占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，但徐小村不相信。徐小村的不相信，又促使了楚占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。这种不自信的产生，又引发了决策上的瞻前顾后、犹豫不决。眼看胜利曙光就在眼前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是小顾吗？哎，我是徐小村，徐政委。什么？你们是澄海市公安局东辽分局刑警大队？徐政委，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劫持人质事件，人质中有10人是你们909旅干部家属。现在劫持人质大巴车已经被拦截下来，但人质还被歹徒扣押在楼里，现场已被我特警包围，正在与歹徒进行谈判。但部分人质情绪恐慌急躁，不愿跟我公安人员进行配合。都有什么人在里边？有没有受伤的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个别人有轻伤。需要我们部队做什么？你们说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其中有一名孕妇，大概6个月身孕，情绪十分不好，想要跟绑匪拼命。我们喊话安抚，但效果不明显。希望部队马上安排亲属火速赶到现场，配合公安人员进行安抚人质，不然我们的营救难度会加大。同志，不行啊！
我们现在正在外面打演习呢，现在离澄海市有1300多公里的路呢。什么？你们不在澄海？这可怎么办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我们家属的安全。那名怀孕的妇女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楚旅长的爱人。你说什么？旅长夫人是楚占刚旅长吗？对，是楚旅长。能让他接个电话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2个现在没有坐在一个车上，你等一会儿，我追赶上他过后，马上回电话给你，好吧？小李，加快速度，追上旅长。是。参谋长，什么情况？朱团长，还有炮团的地炮营营长，还有火箭炮营营长、副团长都接到了家属电话，知道了家属被劫持的情况。现在还有一个营没有过江，怎么办？我问你，现在干部情绪怎么样？不清楚，他们自己说相信组织，但朱团长提出来派一名团里的干部，马上返回澄海去看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政委，我在值班室刚接到施工安局电话，说我们有10几名家属被劫持了。我也刚接到了电话，做好保密工作，以免引起大家的恐慌。我马上赶回澄海去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？老叔，不是心理战，是真的。现在咱们10名家属被绑在一栋大楼里，特警把整个大楼全部包围住了。你给澄海公安打过电话了？不是我打的，是他们打过来的，在东郊。劫持的人质都有谁？劫持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还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有朱团长家属、2个营长的家属和副团长家属都在人质当中。朱团长他们都知道了。我觉得不应该瞒着他们。丁凯已经接到炮团电话，现在部队情绪受到了影响。怎么会这样？人有没有生命危险？老楚，我也不瞒你了，陆小元也在里面。这，他们有没有说顾小元情况怎么样？现在他的情绪很不稳定。老楚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现在咱们的家属被当作人质被扣押，部队情绪受到了影响。我能不能回澄海去一趟？呀，你马上回去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直接到家属大院去问你。如果没事，你马上回来，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如果有事，相信公安部门会处理好这件事情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老徐，不会是韩鹏又捣的鬼吧？不会吧？心理战他们用过一次，我怕被我们识破。兵不厌诈也有可能啊。老叔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如果是假的，也当我们的事儿；如果是真的，咱们这朱团长也有个交代呀。我是不把他化妆翻新，我就是担心我们再犯同样错误。喂，澄海市公安局吗？是徐政委吧？我是。你们的人现在还被劫匪扣押的楼里，大楼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鱼看来还是没有烧熟，味道和火候都还差一点。楚占刚还是不太相信。我明白了，顾客是位北方人，口味重。这样，给他上一道硬菜。现在，行吗？现在顾客呀已经饥不择食了，口味越重他越抢着吃。如果让他慢慢品尝的话，那就露馅了。行，上硬菜。顾小莲电话。小袁，喂，小袁，小袁，你不要，小袁，你要冷静。喂，小袁，楚局长，是你爱人顾小莲电话吗？你听清楚了吗？
石小元，他一直在哭。处理长，一直在哭。处理长，你一定要稳住，稳住。这样吧，处理长，我马上赶回澄海一趟，坐飞机顶多2、3小时，回去过后一切真相就会大白的啊！你稳住，稳住。快去机场。这道硬菜一端上来，楚占刚真的要崩溃了。楚占刚跟顾小元是2婚，顾小元小楚占刚15岁，2人新婚之后如胶似漆。楚旅长自我感觉年轻如80后，现在娇妻怀孕5个月了，这种打击如同迫击炮弹直接落在天灵盖上，不爆炸砸也把人砸死了。至此，楚占刚被山豹旅的心理战完全击倒，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。徐政委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山豹旅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彭继海，奉我们韩旅长之命，让我提前过来告诉你一声，你已经被俘了。徐政委，请去餐厅休息。来，报告参谋长，2营炮车已全部过江，是否等油料车过江后一起出发？等油料车过江，今天晚上把全部车辆加满油再走。是。老朱，吃饭吧，别讲了。参谋长，咱们是不是犯的错误特别低级？高级错误和低级错误有什么区别？低级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不犯却又犯的错误，高级错误是无意识或者是无法预测、无法避免而产生的错误。第一次听到这种概念。低级也好，高级也罢，错了就是错了，记住教训就是。啊，我们完全可以顺利过江，一鼓作气赶到狼山，最起码我们还有1天的时间选择阵地展开侦察。这一折腾又是大3天过去了，等所有车辆加满油再走，最少也到凌晨2、3点了。老朱，你可要注意情绪啊！老婆孩子啥事没有，这不是挺好吗？我们这是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。怎么能说是赶集呢？你甭管赶不赶集，从澄海我们出发的最早，绕的路最远，打的仗最大，遇到的事儿也最多。你们说，咱们能早到得了吗？到了狼山该怎么打？旅长心里比咱们有数。再说狼山地形地貌大家都熟悉，535高地，咱们也守过。到时候炮该摆在哪块阵地上，射击诸元，你们闭着眼都背得出来。首发命中，你朱团长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？那是，当年啊，我们也是到狼山去打演习，那个时候，朱团长还是营长，我当连长。当时啊，朱团长请假回家结婚，就在嫂子刚过门的当天接到了通知，说演习提前了。朱团长第2天就赶回了部队，3天3夜把炮营拉到了狼山，第1炮就打了个满堂彩啊！这事我记得，给他立了个2龙嘛。嗯，好，来给徐政委倒上。好。团政委，部队不允许喝酒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蓝莓汁儿，不是酒，您放心喝。你们冒用地方公安局的名义，发布劫持人质的假事情，不怕在群众中引起恶劣的影响吗？不是还没有吗？如果不是你去公安局报案，谁会知道啊？而且我们这次
信息打击的范围是经过严格计算的，只有在你们红军指挥所的10公里范围之内，和安西渡口的10公里范围之内，而且绑定的手机号只有那么几个干部的号码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你跟公安分局的王主任通话的那个家属院。什么？你一直在监听我的电话？这些都是雕虫小技，这些器材网上都能淘到，而且保密教育课上反复强调过，手机是会泄密的。可是大家都不相信有人会分分秒秒地监听自己的手机，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，所以今天的事情也是侥幸的。侥幸？为了组织好这次联欢会，我的信息情报中心特意在你们家主任附近设置了无线通话过滤系统。当联欢会结束之后啊，我们要开除这个系统，偶然接收到了你和王主任的通话，因为你的音频采样频率就储存在我们数据库里。既然您要返回澄海，我们当然不能再放过一次了，所以就在戏外又加了一场顺手牵羊。当然，能把您请到这儿来，是一种侥幸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，或者是天意。这么精准？对，绝对精准。因为是演习，我们尽量做到不扰民，或者少扰民。可我们是蓝军，是你们的敌人，而且是一伙生活在信息化时代的敌人。我们的战法就是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手段、技术、设备、武器，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，以达到拖住你们、迟滞你们前进速度的目的。现在可以不夸张地告诉你，徐政委，我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们的计划这么周密逼真，不得不让人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啊！是的，这个战斗的组织和策划者就是我。咱们可是同行啊！国际关系学院外军研究中心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曾任多国武官处秘书和副武官，对外军情报作战有相当的了解。我们只是取之9牛1毛，照葫芦画瓢地用在了红军身上，可没想到效果奇佳，也没想到解放军的某些队伍这么不堪一击。可你们也是解放军中的一员，为了取胜就可以不择手段。我悲哀的也正是这一点。我不明白。我们山豹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，是一支不同于其他对敌作战的部队。我们是一支假想敌部队，是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。我们的任务是磨砺红军，我们的宗旨是打败解放军，就是解放军的胜利。跟808旅的较量，我们是首次亮相。战区陆军首长就是要告诉战区陆军各部队，一个真正的敌人出现了。可是你们没有把我们当敌人，你们根本就没想过这个敌人是什么样的，这个敌人会怎么打你们，你们也没想过针对我们该怎么打。你们只比王可征旅长多了一点点防范意识，但还是一门心思的想怎么达到你们的目标，攻上535防线，取得演习的胜利。难道不对吗？不对，真的不对。徐政委，通过和你的对话，我感触到，你们依然是把演习的胜利当作是训练和带兵的终极目的，把荣誉看得至高无上。我指的是那些狭隘的荣誉，本单位的荣誉，某些干部的荣誉，跟个人职级挂钩的荣誉，而不是国家的、民族的、历史的荣誉。因此，你们依然会把我们想成是过去的蓝军，所以你们就自己误导了自己。当你们认为蓝军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，我们做了，你们很诧异，很愕然，很恼火，很不可思议，完全不能理喻，完全不能认同。怎么能这么打呢？怎么能这么不讲情理呢？佟政委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好，佟政委，谢谢你的晚餐，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，告辞了。哎，坐坐坐，你看看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还是没有战争意识。
你还是把演习当成是游戏了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敌人，你是我的战俘。演习还没有结束之前，你是不能离开战俘营的。你可以回房间去休息，虽然豪华了一点，但是作为我们山豹旅的战俘嘛，就奢侈一回吧。旅长，朱团长他们明天上午出发没问题吧？炮团和摩步3营凌晨3点就能出发。好，让他们好好休息。什么时候出发，等通知。最晚一趟航班什么时候到这里？你是说政委回来的时间？应该就是现在落地吧？等政委回来以后，我们连夜把明天的作战计划确定下来。今天凌晨3点下达部队。干嘛要这么晚？保密。是，蓝军的渗透手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，不得不防。旅长，我还以为你会赶到狼山基地宿营呢，怎么突然在中途停下来，在这当不当正不正的地方过夜？这离狼山也就100公里了嘛。就是要等你和政委回来之后，我们再把明天的作战计划重新确定下来。我有证件。跟我来吧。报告，特战大队李参谋到。快请他进来。谁来了？特战大队李佐，李参谋。旅长同志，909旅特战大队参谋李佐前来报道。你们终于出现了，红衣大队长呢？小李啊，你要是不自报家门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有吃的吗？有，我去拿。来，坐。我是看到咱装甲团到了，估计旅长、政委指挥所应该也到了。黄大队长让我从前线撤下来，马上跟旅部联络的。你们一直在狼山潜伏着吗？是的，这是第6天了。为什么不及早报告？手机发个信息，或发个加密电报也可以吗？绝对不行，蓝军的电子侦察肯定会侦察到的。洪大队长有时是草木皆兵，但这种小心谨慎还是必要的。来，你慢点吃，待会儿给你煮碗热汤面。洪大队长认为，目前所有的电信通讯手段都不可靠，都有可能被蓝军侦听到，尤其是我们潜伏在蓝军岩壁底下。一到狼山基地，洪大队长就命令所有的电台和无线终端设备全都关闭，并拆下电池，个人手机全部上交，埋在地下了。啊，埋了？放到密封瓶里，演习晚上再挖出来嘛。你们没有跟装甲团联系吗？我们不能跟他们联系，否则他们肯定会向你们汇报，说特战大队就潜伏在535防线前沿，万一被蓝军侦察到了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你就打扮成老乡一样，租了老乡一台摩托车，跑了100多公里，才看到参谋部的车，我就闯进来了。辛苦你们了。洪大队长和战士们的身体情况，我们只准备了3天的野战食品，没想到你们走了这么多天，最后这几天，我们都是吃草根、野菜、喝露水、抓老鼠、抓蛇、虫子，抓到什么吃什么。很多战士的手脚都被虫子咬烂了，我们不能撤出来，一旦撤出来，再进去就不可能的了。旅长、参谋长，这是洪大队长让我交给你们的，是几天来对535防线的侦察报告，包含了所有的暗堡、工事、火力点，都在上面标出来了。太好了，
真是太好了。把他扶到我床上睡吧。来，2个人，把吕琛呢扶到旅长床上休息。吕参谋，到床上休息吧。啊。是政委回来了。王市长，政委没有回来。怎么回事？航班号不是都报过来了吗？我们等到最后一个航班的乘客都走完了，也没有见到政委的影子。打政委手机也关机。后来我们到机场去查，核实的结果是徐政委没有办理登记手续。知道了。这就奇了怪了。是的，我是909旅指挥部。旅长，是导演部打来的，要您接电话。我是楚旅长，啊，导调中心方主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徐小村政委已经被蓝军俘虏了？不能吧？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绝对不可能。方主任，徐政委可是我的政委啊，他现在根本没在演习部队里，他人现在在澄海市呢。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呀，方主任。楚旅长，不可能错。徐小村就是在澄海市里被山豹旅特战大队在一家星级酒店内抓获的。演习导演部的2名导调员就在现场，徐小村现在就待在澄海的临时战俘营里。我现在正式向你通报决战2017演习导演部的裁定：红军副总指挥政委徐小村被俘，从现在起退出演习。若不相信，你们可以上演习专网查看。这叫什么演习？简直就是一群流氓打架！不行，给我接演习总指挥部。是，旅长，你先冷静点儿。我是909旅楚占刚，我找基地周司令、周总指挥接电话。我就是。我抗议。杜旅长，你不要发火，有话好好说嘛。首先，导演部判定我们政委徐小村被俘退出演习是错误的。第二，如果使用这种卑鄙的伎俩，也算蓝军的胜利结果。我们红军宁可退出演习。楚旅长，楚占刚，是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现在退出演习，我马上判你909旅全军覆没，并且把你送上军事法庭，以临阵脱逃来定你的罪。你的下场会比王可生还要惨。我限你3分钟做出决定。旅长啊，这个时候
你可一定要冷静、冷静再冷静。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，政委不在了，你千万不能冲动啊！刚才电话里是谁？是沈参谋长。啊！这下可撞到枪口上了，沈参谋长。他给我3分钟时间。旅长，我们不能退出啊，这可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。败下阵来是牺牲的，退下阵来是逃兵啊！不行，我要跟首长报告，我们绝不退出。等等，是我太不冷静了。你刚才说的对，我太冲动了，应该由我来向首长检讨。接电话。报告首长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了，再说就是废话了。刚才你都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参谋长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再说就是废话了。我还没做一句检讨，没做一句自我批评，他还不知道我检讨的深不深刻，怎么就认为我是废话呢？首长好像只要求你做出决定，并没有要求你做什么检讨。可我下一步的决定和想法也得汇报吧？你不是说你错了吗？首长就认为你已经否定了你想退出演习的提法，此事到此结束，不要再提了。也就是不批评，也不追究了？可能吧。这是我的理解。痛快。是为打仗的首长，最后这仗再打不好，说什么都是废话了。来，旅长，我要赶回去了，请首长指示。啊，小李啊，来，你也一起参加。一会儿啊，你就直接把旅里的作战部署带回去啊。是。对呀，我还有一个特战大队潜伏在535防线下面呢。啊？是的，一直潜伏着，已经是第6天了。这可是韩鹏做梦也没想到的。洪大队长让我前来请示，我们3个中队已经潜伏在535防线，希望在炮火准备阶段开始向上运动，炮火轰击一停，我特战兵就可以出现在蓝军阵地上，力求出奇制胜。这个想法好。好，弘毅的这个想法不错，可以作为总攻开始后的部署之一。现在我谈谈最后攻打535防线的战术配合与协同。从得到的侦察情报来看，蓝军在535防线部署了2个营的兵力，经过近10天的攻势加固与休养生息，以逸待劳。在安七渡被我部击退的山豹旅机步营残部也投入到535防御作战中来，作为2梯队，可随时投入战斗。如果特战大队单独强攻，肯定要吃亏。加上长达6、7天的野外潜伏，体力透支过大，我考虑不宜提前行动。等我中路、右路部队全部到达狼山后，摩步2营担任主攻，特战大队担任助攻，摩步3营为预备队，从侧翼助攻，装甲团绕到蓝军背后，切断蓝军的补给线。炮团1营、2营到达狼山后，以最快的速度进入535防线东侧的330高地，并迅速展开。
做好炮火轰击准备。总攻时间，明天下午17时。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呢？炮团凌晨3点钟出发，中午前后就可以到达狼山，进入阵地补充侦察、修正炮机主援，15时即可全部准备完毕。不，我就是要给蓝军一个错觉，就是让韩鹏感觉到他的一路袭扰十分成功，而红军经过1500公里，长达6、7天的长途奔袭，就算是到达狼山，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很难发起强大的攻势。而17点正是开饭的时间，这个时候发起攻击，蓝军很可能会被打得措手不及。此时天色已暗，也有利于红翼的特战大队发起冲击。当炮火准备阶段，摩步2营快速向前机动。当炮火准备结束，摩步2营从正面发起强攻，特战大队和摩步3营从两侧发起助攻。20时结束战斗。旅长，洪大队长从带领我们潜伏到535前线侦察，发现了一条新的雨水城沟。我们派一个特战队从那里隐蔽爬上去，可以直奔蓝军指挥所。不行，这样只能取得局部的小胜利，而很容易打乱全局部署。旅长，红军除了装甲营、后勤处、医院已到达狼山外，红军中路及指挥所离狼山还有100公里，预计明天上午就可到达。他们一个炮团和摩步营还在安区渡口，最快明天中午能到，下午可投入战斗。不对啊，这前一段时间楚占刚还急着往狼山赶，现在还剩下不到24小时了，他反倒不紧不慢起来了。这里边一定有名堂啊！旅长，旅长，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坐吧。说说情况怎么样？红军特战大队的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查到。狼山基地范围内没有发现一点踪迹。搞得这么神秘。他们的大队长叫弘毅，上校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们在非洲参加维和行动的时候认识。他是中国维和营营长，我在任务区当军事观察员。弘毅上校十分优秀，他的训练方法已经编入国际特种兵学校必读教材。那你们的意思是说，弘毅的失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？他隐蔽得非常好，目前一直处于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外。我们现在所能用的人力侦查、网络侦查、电子侦查，还有卫星侦查等等所有手段，都没有发现他的行踪。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位置，否则当他们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时候，那一切就都晚了。旅长，我们发现红军战甲营在向南面，也就是我方535防线后方移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那你们说说这个特战大队有没有可能就隐藏在装甲营当中，运动到咱们背后偷袭咱们呀？有这种可能，要对装甲营不停顿的侦查。李参谋，指令卫星2号锁定装甲营。是。旅长，童政委应该回来了吧？任务完成了，应该快了。喂，韩总，是我呀。我想问问你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明天吧。哎，对了，楚总到了吗？离公司还有100公里，估计明天中午以后就会到的。楚总胃口很大，来的人很多，我有点接待不了啊。我们明天肯定回来。楚总这么大的腕到了，咱们必须得招待伺候好了。还有一件小事麻烦你，楚总说他寄来的猎人游戏光盘，咱们一直没收到。我担心是不是夹在他发来的铁皮柜子里面。你派人呢，去发货单位核实一下，这丢了算谁的？就这点事儿啊，10分钟搞定。旅长说什么？909旅的特战大队一直去向不明，至今不知道隐藏到哪儿去了。洪大队长，明天上午去趟火车站，到军代处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跟着装甲营乘着火车过去的。好的。我们909旅千里跃击，首长在指挥中心大屏幕前要看的是什么？
你们考虑过吗？看的就是我们909旅的战斗精神。战斗精神体现在哪里？就是英勇顽强、连续作战的作风。因此啊，我们有意放缓前进的速度。中路和右路在明天的行军中要注意节奏，不宜太快，还可以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。蓝军必然会以为我们到达狼山后不可能马上发起攻击，而我们恰恰马不停蹄，人不离鞍，迅速展开行动。如果我们到得太早，蓝军和首长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准备工作上，尤其是蓝军就会有了摆开架势和我们决战的准备时机。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时机。旅长的意思是要发起战斗的突然性、迅猛性。对。第二，也是十分关键的，要充分展示我们909旅扎扎实实的训练成果。因此，从进入阵地开始，炮火准备要充分。535防线上的所有要点目标都要一一摧毁。指挥所和摩步2营的快速推进，主攻部队的冲击队形，特战大队突然跃出，如神兵天降般的出现在蓝军面前。摩步3营迂回包抄等战术动作要节奏明快、层次分明、气势如虹，又精准无误，而且应一气呵成，做到既得胜又得分，而且要得高分。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在谕令中，一定要把旅长的意图表述清楚。明白，就是说，开战之后的每个战斗过程，要设法让首长看得到、看得清，战术动作要完整，要表现出良好素质和高昂的姿态。这是最起码的。我们1500公里赶到这里，呼呼啦啦一窝蜂似的跑上去，不到半小时匆匆结束战斗，那平常练的协同动作一点都表现不出来，不觉得遗憾吗？首长能留下印象吗？能不能提示一下，在有摄像头的地方，动作放慢一点，队形要整齐一点？谕令中就不要写进去了，各单位做动员的时候，跟战士们讲清楚就行了。从楚占刚的整套部署来看，他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毋庸置疑。同时，多年的部队生活让他深得一个道理：老大难，老大难，老大重视就不难。引起首长重视，对本单位建设发展和人才的进步成长是绝对有好处的。有机会能在首长面前多些展示，也不应视为作秀。团长，刚才参谋长来电话，让我们18点左右赶到狼山就行。进入狼山基地，不再集结动员，直接拉到330高地。谕令看了？看了，早看了。怎么了？理解意图了吗？不理解怎么执行啊？好，等到了330高度以后，让大家多烧点水，洗洗脸，理理发，刮刮脸。进入阵地哪有时间收拾啊？19点不就开打了吗？要收拾。既然要上镜头，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似的。还以为是到了叙利亚呢。是。